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in，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太阳神练球日记。这是某一次练习的晚上，我们在丰原高商练球的样子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我们练球中，就是除了看菜单之外，也可以看一下有哪些重点需要注意。那我们就开始咯。练习的第一项，当然就是最一开始大家都会做的基本的暖身。那暖身大家一开始都还是会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。那这边就是还是跟大家提倡一下，这些伸展静态伸展在暖身的时候，就是不用拉得太久，稍微有拉到有唤醒就好。我之前有出过一个静态暖身的一支影片，然后在右上角。那我们平常都是先拉大腿，然后小腿，还有手臂，还有跟肩膀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当然躯干也拉一下会比较好。哦对，最重要的是还有髋，这些地方的伸展运动在右上角的影片都有介绍哦。好，然后一边看着影片，你们就可以知道说，其实我们很常在静态暖身的时候一直在闲聊，在聊天，就是我们的日常。在球场上都是这个时候在联络感情。然后呢，我们博瑞在干嘛？好，然后再来下一个动作就是做一些简单的驱动。就很像你在开车，你在引擎要发动的时候，都还是要让它稍微热一下之后再起跑嘛，一样的意思。像现在我们在做肩膀，那唤醒我们的肩膀之外，也要帮它再做更多的暖身。肩膀做完之后，我们都会做熊爬的动作。那它这一件事情是在做我们躯干的一个驱动跟唤醒。在做熊爬的时候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，我们的膝盖其实是不落地的，躯干打直，也就是背部这边要尽量维持一个水平。然后在手的部分不断交替点另外一侧的肩膀，基本上我们就是要去维持身体的平衡，不要因为点肩膀之后身体就歪来歪去。所以这就是除了在稳定之外，也就是在唤醒我们的核心。下一个动作是单脚的桥式，那这个动作其实比较难做一点。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单脚撑起来的话，其实双脚也还是可以做。然后你们可以看到，就是我们在做单脚桥式的时候，我们会做髋的动作，就是我们髋会收，然后推，这是在更加速唤醒，尤其是髋这一块的驱动。其实髋这一块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在起跳、在落地、在稳定、在冲刺，什么都需要它。好，那在下一个动作，我们就进到了动态暖身。动态暖身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，就是一边动一边暖身，对。听起来像废话，其实就是让我们做一些有跑动啊、有移动的暖身方式。那这一部分可以让大家得到更深层的暖身，因为有时候静态暖身，对，让你很难做到说，像我们拉弓，其实这是很瞬间的东西。那动态暖身会比较多，像是拉弓的类似的动作，然后比较不用那么大力的版本。那这样子它也比较像是我们在动作的方式。好，那刚刚一开始大家看到，就是我们先做简单的跑动暖身嘛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做大腿的伸展，就是大腿后侧的伸展，所以就是抬膝盖，把膝盖抱起来，那这是很基本的一个暖身动作。然后我们拉完后侧的大腿之后，我们当然是会拉前侧的大腿。OK， 这个动态暖身其实我已经有拍过另外一集，就是我已经准备好要发，但是我一直没有时间去录影，没有时间录棚内。这个动态暖身的影片非常丰富，你们再等我敲个时间来拍一下。就是最后用在球场上会出现的动作当做结尾。好，然后最后来做一点小冲刺，这样动态暖身就结束了。好，再来我们进入到球操的部分。那球操最基本、最一开始就是大家会做2个人一组的抛接球。就是很简单的，我只是把球丢出去，把球往地上砸，双手、单手都是，大家可以多做一些抛接球的暖身。就是除了我们做手部啊，然后身体啊，就是串联的一个暖身运动之外，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视觉开始去跟上这个球的球速。我们平常在看手机、看电脑、看电视或是看书，可能就不会看到像球这样一直动来动去，而且速度很快的物体在那边跑来跑去。所以我们可以多多利用球操，然后让我们去习惯这样的动态视力。抛接完之后，我们大部分都会是开始做长扣球，我们不会特别说把球往地板上扣，反
反而是把它扣长扣远，让它在远距离的地方落地。因为这样子比较像是我们去用手去控制这颗球，因为只是用力往下打的时候，其实很长，根本就不用到手腕。然后我们再多扣几颗之后，肩膀热身热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来做扣接长球的练习。我们就是一样是2个人2个一组，然后站在比较长的距离，一样像刚刚说的，我们用手腕去控制这颗球，把球扣到对方的手上。防守者就是一边做就是低手接球或高手接球的暖身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在防守的人要控制把这颗球控制在自己的身上，不要让球跑来跑去，然后这就是一种回复，然后还有练习我们的手感。这里的吗？没有你拍啊！你帮我拍，你想偷懒吧？好，正式开始练习防守。第一项练习是敏捷防守，就是顾名思义，就是训练我们的敏捷嘛。教练会把球丢在我们的左右两侧，我们会在左右两侧去追球，然后让球不要落地。就是在落地之前，可能用扑的，可能用倒身。如果说你够快的话，可以用跑的跑到位，然后把球接起来。那这个练习除了就是一个暖身之外，它就是建立我们的防守意识，不要让球随意的落地。然后这边刚刚看这个练习过程，大家应该可以看到，我们很多人一直在倒身，对，只要追不到就是倒身，就算倒身还是追不到，还是接不起来，但我们还是会倒下去。所以这个练习其实也可以练习到我们的拼劲。那你们看过这个练习之后，如果说你们在打球的过程中不太敢倒身的话，其实这个练习可以让你们去习惯倒身这件事情 ，OK， 可以多练哦。好，下一个练习叫做定点防守。现在看到的是我在做1号位的定点防守。我们的守备原则是守一颗小斜线，然后跟守一颗直线，然后这样斜线、直线、斜线、直线这样交替的练习。除了站到正确的定位之外，就是面临不同的球种，像是攻击强球、吊小球、touch out，我们要适时的做出不同的防守反应。那这个练习是非常好的一个模拟比赛实际状况的一个练习。我是觉得看到这时候的练习啊，其实会觉得自己的反应跟防守的球质都很不到位。这时候的状况其实蛮惨的。那时候疫情刚过，然后可以练球的时候，就是在一阵子没有打球之后，才开始要恢复训练，所以不管是体能上啊，然后反应上，然后跟球技上，全部都还在重新的建立，需要一点时间，砍掉重练。然后再来可以看到我换到了6号位，就是所谓的大炮位的防守。OK， 这边可以看到维伦学长在这边做2个大斜角的防守站位，就是他会在2个大角这边扑来扑去，然后救球防守。然后换我也是跑到这2侧守这些球。这边看到我防守的动作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就是以我为例，这边有个很大的状况是，我在对方击球的时候，在击球的瞬间，其实脚步还没有站稳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在我们在防守的时候，尽可能的不要还在移动，因为你还在移动的话，你的重心没有办法稳下来，没有办法根据球就是打出去的变化，然后去做下一步的动作。那这一部分就会很可惜，就是就算你站到位了，可是你还是会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面对、去防守这颗球。所以呢，大家看完我的动作之后，你们就知道，之后在防守的时候，在对方击球的瞬间，记得要先站好。搬箱子要干嘛呢？你们知道吗？猜猜看啊！我们箱子一个一个搬进来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下的练习是拦网。这个练习我们在拦网有除了1对1的定点拦网之外，就是我们还有去加了一个小小的高台。那这部分有点像是我们在训练我们的瞬间的爆发能力。我们稍微瞧一下箱子的位置，我们要拦的是2边的长弓。对，然后刚刚那个箱子太里面了，所以没有办法扣到长弓。刚刚第一颗就可以看到我刚刚完全跳错位置，这样。好，回到正常的拦网动作，我们这一个要拦的部分是要拦直线，应该吧？对，看起来是直线。我们直线、斜线好像都有拦。OK， 就是看攻击手的面向。
好，这边跟大家讲一个小 paper， 就是当我们在初阶一点的练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先跟拦网者指令说，我们这时候全部都拦直线或拦斜线，因为要判断对方的攻击手面向其实是比较难的，因为你在起跳之后，在空中还是必须要看着对方的手，还有对方击球攻击者的样子。有个重点是，我们在抓到球点，就是知道对方想要打什么位置的时候，我们的双手要尽量往那个方向去延伸。拦网不是跳得很高就很有用，拦网是要去抓到对方击球，就是球飞出去之后的轨道。对，所以你应该是去拦截那个路径，而不是说跳得很高，然后让他打你的手，然后再拦下去。所以这两个观念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，对，什么叫拦网。那我这边随便抓最后一颗，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拦网的动作。看到这边这一颗，我拦网的时候，我虽然没有说把这颗球拦死拦下来，但是我有稍微把它踏高。那踏高的意思就是让球弹起来。在这个地方，大家也要注意一下，当你在练习拦网的时候，或是你在比赛的时候，当你的球踏高了、弹高了之后，你一定要自己能够去把握你身边附近的这个球，因为通常在这个地方，你旁边是没有你的队友的，所以你一定要自己负责把它救起来。救得好的话，你还可以直接往3米线退，然后开始准备攻击。这个球一定要把握。那你在练习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练习机会。然后下一个动作是移位拦网，那主要就是对方有3个攻击手，然后我们去练习去抓定位。那所谓的定位就是抓到攻击手的正面。对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，就是我们攻击的时候一定是打我们的正面是最大力的，所以我们的拦网要去阻止对方用最大力的攻击打下去。OK， 就是基于这个概念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定位拦网。那我们在做这个移位拦网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在移动嘛，所以很明显就是我们很容易飞来飞去，那定位就会抓不准。那我们要怎么样用 hold 着我们的核心，然后去把这个位置拦好、拦正确、拦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OK， 那一样基于刚刚的原则，就是球不管是拦死或是踏高，都是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有效球，好吧？所以大家不用太在意说一定要把对方拦死。好，最后是一个自抛扣，这是最后了吗？对，没错，这是最后了。因为呢，后面最后就是我们有个连续攻击的练习，但是没录到，因为电池没电了。好，反正之后有机会我们还是会录给大家看。好，那自抛扣的部分大家应该都懂了吧？我还有出一集在右上角这边，你们可以去看。那我这边就不再多述。那我们今天的练习菜单就先分享到这边 ，OK 吧？还行吧，对不对？虽然说有些细节、有些想法，大家可以去一边去看一下画面，然后一边听我讲，然后去建立这个观念。那下一次你带去球场、带去系队、带去校队、带去教你的朋友、教你的学长学弟们，然后学姐学妹们，都可以拿出来用。那如果有任何问题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对，我希望这是一个，就是大家互相分享自己的菜单。我在这边分享我的菜单给你们，那你们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菜单给我啊，在下面留言咯。OK，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